托梦第13章，第3个梦。恐怕要很不幸地告诉你，你很有可能也感染了这种病毒。听筒里传来的正是赫曼医生从实验室打到我房间的电话。我睁大了口，可是连一声啊都发不出来。你晕倒时身体很烫，体温高得离谱。赫曼问道，身体最近有什么不适吗？我有些吃力地坐起身，想了片刻，道，我最近总是会做一个很奇怪的梦，醒来后总是浑身刺痒，有时候也会刺痛，不过吃些抗过敏的药会好很多。梦。我听到电话那头的赫曼正在大叫道，什么梦？这件事我实在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，只好大概地对他叙述了从灵手人家回去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。你等我马上过来。赫曼挂掉电话，大概过了3分钟后来到了我的房间。你的血检报告里有和齐浩洋一模一样的致病菌。赫曼坐在我的床边，叹了一口气，对我道，病毒测试还要再等上一会儿才能确认。不过赫曼欲言又止，他没继续说下去。我也能猜得到他的想法，毕竟他是这方面的权威。可是我近来并没有接触过齐浩洋。我的喉咙肿胀到几乎快要说不出话来，很艰难的道，甚至那个灵手人我连见都未见过。可以说说你的想法吗？例如你提到的梦又是怎么回事？赫曼表情凝重地盯着我的瞳孔道。被他这么一问，我的喉头瞬间咽了咽，发出了这么个怪声来。我咳嗽2声，以缓解我发凉的脊背。我最早听说的是，那个灵手人会经常梦到自己变成一棵树，伴随着身体也会感到剧痛。但当时，我吸了一口气，接着道，但当时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，只当作神经性疼痛来对待。直到我接连2次都做了类似的梦，而且刺痛感一次比一次醒来时更加强烈。赫曼坐着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我从未接触过灵手人，为什么？我低声自语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身体猛地一颤，突然想起了一件很诡异的事。当时我只是觉得很不解，也没去多想，可现在想来竟冷汗直冒。我想起来了，我道，我那天见到齐浩洋的时候，他提到过树，甚至也提到了疼痛，难道这有关联吗？我望着赫曼凝重的眼神，他似乎在思索着什么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摸了摸胡子，不置可否的了一声。那你刚才有梦到什么吗？过了好一阵子，赫曼才从沉思中回过神来，忽然问道。我摇头表示没有。我建议你好好休息一下，你的病毒测试结果没出来的这段时间，我和马里欧还有些事情要完成，你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倒不如等你睡醒了再视情况而定夺，你认为呢？赫曼拍了拍我的肩头，接着道，如果醒来还记得梦境，就尽量记住它，或许那是一个提示。说实话，现在事情还没有落实，齐浩洋体内的细菌到底能不能被控制住，而赫曼也没有提出主动的治疗方案。难道我大老远跑来，结果还是等死吗？如果在正常情况下，我是不可能答应的，但此时的身体却冷到疯狂的颤抖，怎么也使不上力气，几乎连握拳都做不到。赫曼看到我的表情，立时明白了我的担忧。他道，在我这里你就放心吧，
毕竟我是目前唯一与这种病毒交过手的人，我会有办法的。听得赫曼这样说，我才渐渐放松了神经，慢慢地垂下了眼皮。当闭上眼睛的那一刻，我只觉得整个人在空中重复的旋转，脑海里浮现出各色各样的人脸，忽然变得很大，忽然他们的身体又缩得很小，每一个人的脸都在转。我想睁开眼，可是已然连这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。慢慢的，我能感到我的心率在下降，感觉也没那么冷了，我不再颤抖。但是从脚开始一直到手指，发自骨头内部的刺痛感正在不断的加强。我想大叫，却发不出声音，想挣扎，却怎么也动不了，仿佛手脚都被束缚住，无论我怎么使劲儿，结果都是徒劳。忽然间，似乎身体和周围的空气混合在了一起，那种感觉就像是浮起来了一样。我感受不到心跳和呼吸，仿佛一切都变得如同静止一般。一种熟悉的感觉突然从脚下传来，我猛地睁开眼，却又看到了那一幕。视角依然在半空中，一个身穿藏蓝色长袄的人正跪在地上，把一块石头一样的东西拼命地往土里埋。不一会儿，他便抬头向我望了一眼。我看得出那是一个中年人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藏什么东西。只见他迅速起身，直到将树下的浮土弄平之后，这才拍打着袄子上的泥土，戴上了那顶早已过时的蓝色帽子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大白天了。充裕的阳光从窗外的雪山顶上毫不吝啬地射进来。我靠在床上回忆着这一次的梦境，突然想到了赫曼说的话，提示。这算什么提示？是谁在提示？提示我什么？我不禁陷入了沉思，直到马里欧在我的手臂上推注了一剂药水，我这才回过神来。这个人你见过吗？听完我的叙述，赫曼问道。没有，印象中没有见过这个人。我转过脸对赫曼答道。不过我觉得他的穿着很像上个世纪早期的装扮。赫曼嗯了一声，道：感觉有好一些吗？我试着坐直了身体，用力握了握拳。要好很多。是刚才用的药吗？我望向马里欧问道。昨天夜里已经注射过了，这是第2剂了。赫曼道。那我得赶紧联系刘医生。我还没说完，赫曼的笑声已经打断了话头。他道：这你就不必操心了，凌晨的时候马里欧已经安排好了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竟感到了深深的亏欠。不得不说，如果不是赫曼，我不会恢复得这么快，也不知道会经历什么，要忍受多久的折磨，还有危险边缘的7号羊。想到这里，我再也无法继续想下去。应该再过几个小时，他们就能收到制剂了。赫曼顿了顿，接着道：不过他的情况要比你糟糕得多，恐怕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向赫曼伸出了大拇指。他笑了，但脸上似乎多了几分憔悴。等到傍晚快要用餐前，我试着下床，打算找人借一个充电器。手机不知何时已经耗尽了电量。我边走边欣赏着赫曼家的装饰和布局。的确，那种稳重而不失温馨，奢华又不张扬的个性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除了橙黄色的实木地板外，大片的暖白色让人产生一种轻松舒适的惬意之感。
突然，就在我踏步走下台阶，打算去往大厅之时，一声惨叫声从楼上传来。我先是一惊，楼上住的是谁？就在我心里盘算着要不要上去看个究竟之际，哗啦一声清脆的声响从楼上传了下来，那似乎是一种小物件滚落在地板上的声音。接着就是扑通一声闷响，我心中大叫一声不好。我顾不得欧洲人有多不喜欢被别人打扰，径直走向了2楼的台阶，因为我很清楚，那显然是有人摔倒的声音。